凌晨1点，阿哲的手机屏幕还亮着，他对着聊天框已经发了半个小时的呆，光标在输入栏里孤独地闪烁，像他此刻的心跳。对话框的另一头是他的父亲，起因很简单，父亲在家族群里转发了一篇题为再不逼孩子一把他就废了的爆款文章，并艾特了阿哲。傅言，好好学学人家是怎么教育的。阿哲的女儿刚上小学，活泼好动，成绩中游，他主张顺其自然。而父亲，一位退休的中学政教主任，对此向来颇有微词。换作10年前，阿哲大概率会选择无视，或者回一个好的爸爸。但今天他不想再这样了。他刚刚读完马歇尔·卢森堡的《非暴力沟通》，书里那些关于看见彼此真实的需求的句子，像一束光，照进了他常年被动压抑的内心。他想试试，他删删改改，试图组织一套标准的非暴力沟通话术。爸爸，我看到您分享的这篇文章，也看到了您对我的提醒，这是观察，这让我感到有些压力，也有些不被信任。这是感受，因为我非常重视孩子的健康成长，也希望我的教育方式能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这是需求，所以您看我们是否可以找个时间，深入地聊一聊各自对教育的看法，而不是通过转发文章的方式来交流呢？这是请求，完美，每一个字都踩在非暴力的鼓点上，礼貌、克制、逻辑清晰，像一份提交给上级的项目报告。他深吸一口气，点击了发送。1分钟后，父亲的回复像一块巨石，砸碎了他用理论构建的所有优雅。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还会害你不成？叫你学学就这么难？翅膀硬了，我说的话也不听了是吧？一连串的质问，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股熟悉的不容置喙的权威。阿哲感到一阵熟悉的无力感瞬间席卷全身。他精心组织的沟通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不是打在了一堵坚硬的墙上，震得自己手腕生疼。他忽然觉得很可笑，自己像一个蹩脚的演员，在空无一人的舞台上费力地表演着一套新学的无人喝彩的独角戏，而台下的观众只关心你是否按照他熟悉的剧本在演。阿哲退出了聊天界面，点开了一个文档，文档的标题是关于某某项目管理岗位的竞聘思考。他在文档的末尾敲下了一行字，算了，性价比太低了。这行字他不仅是写给那个管理岗位的，也是写给这场深夜里的文字狱，更是写给无数个像今晚一样耗尽心力却一无所获的沟通瞬间。他不知道的是，这种算了的念头像一种悄无声息的病毒，正在我们这个时代大规模的蔓延。沟通如何成为一种不断膨胀的隐形成本？我们正处在一个沟通被提到前所未有高度的时代。打开任何一个社交平台，你都会被各种沟通圣经包围。高情商沟通的36个技巧，如何用非暴力沟通，让你在职场如鱼得水。原生家庭沟通指南，如何与你的父母和解。温和育儿、仁慈型领导、引导型伴侣，这些名词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政治正确的沟通范式。它要求我们在任何关系里都要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要表达自己，更要理解他人，要解决矛盾，更要维护关系。这套范式的思想源头大多可以追溯到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的非暴力沟通。其核心逻辑在于，当一个人感受到被指责、命令或羞辱时，他的大脑会本能地关闭倾听，开启防御和反抗。
基于争辩和抨击的暴力沟通，看似能用蛮力撬动结果，实则是在关系里埋下情感负债。长期下来，信任和安全感会被消耗殆尽。这无疑是文明的进步，它让我们意识到，人不是工具，而是有血有肉、有感受的复杂体。然而，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事实是，当一种行为被拔高为准则，它就会异化为一种责任，甚至是一种 KPI， 而完成这个 KPI 需要付出巨大的，却常常不被看见的成本。阿哲就是这个成本的支付者。他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资深技术骨干。半年前，部门总监找他谈话，希望他能竞聘一个新成立的3人团队的 leader。阿哲动心过，但他很快发现，这个领导的角色与他想象中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场景相去甚远。他更像一个高级保姆。团队里的 A， 刚毕业的05后，能力强，但情绪极不稳定。一次，阿哲只是在需求评审会上指出他方案里的一个逻辑漏洞，他当场就红了眼眶。会议结束后，直接在工位上趴着哭。阿哲不得不花1个下午的时间找他非暴力沟通，先肯定他的努力、观察，再表达自己的担忧、感受，然后探寻他背后的需求、需要，最后提出共同改进的请求。一套流程下来，阿哲感觉自己像刚跑完一场马拉松。团队里的 B， 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对新来的阿哲总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抵触。派给他的活他会做，但永远只做到60分。你不能说他错，但你也绝不会满意。阿哲想找他谈谈，却发现自己连观察这一步都很难做到。说他消极怠工，这是判断；说他工作不饱和，这是指责。他只能说，我看到你最近提交的代码注释比较少。对方一句哦，下次注意，就把天聊死了。阿哲发现自己每天至少有1/3的精力不是花在解决技术难题上，而是消耗在解读 A 的表情、揣摩 B 的潜台词，以及组织那些政治正确的语言上。共情是一种实打实的劳动，小共怡情，大共伤身。当共情成为一种必须完成的 KPI 时，灵魂就开始了内耗。心理学家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字，叫共情疲惫 （compassion fatigue）。它最早被用来描述医护人员、心理咨询师等高共情职业的倦怠状态。但今天，它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情绪，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被要求成为自己生活里的首席沟通官。你在家族群里要小心翼翼地维护长辈的面子，你在公司里要字斟句酌地平衡同事的利益，你回到家还要耐着性子去共情伴侣的烦恼，引导孩子的情绪。我们像一个永不停歇的情绪劳动者，不断地吸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负能量，然后用温和、理性、非暴力的程序进行格式化处理，再输出一个得体的微笑。这种持续的自我消耗正在让越来越多像阿哲一样的年轻人开始本能的畏难。60%的95后员工不想承担管理岗，年轻人开始拒绝生娃、拒绝交往。这些冰冷的报告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疲惫的灵魂在呐喊：算了吧，沟通的性价比太低了，压缩的现代性，谁在承担沟通变革的代价？更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父辈似乎很少有这种沟通疲弊的困扰？阿哲的父亲，那位退休的政教主任，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以严厉和说一不二著称。他从不觉得和学生、和下属、和自己的孩子沟通是一件需要技巧的事。在他看来，
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把道理讲清楚，对方就应该听话。他并非不爱自己的学生和孩子，只是他的沟通范式植根于一个权威服从的传统社会结构里。在那个结构里，领导、老师、父母，其身份本身就赋予了他们定义对错的权利。而阿哲这一代人成长于一个权力被解构、个体被高举的时代，他们是非暴力沟通最忠实的信徒和实践者，这就构成了一幅极具东方特色的魔幻图景。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称之为压缩的现代性 compressed modernity。 他认为东方社会在短短几十年里完成了西方需要几百年才完成的社会变迁，这导致我们的文化常常像一部双卡双待的手机，同时运行着传统和现代两套系统。在这场剧烈的沟通范式变革中，我们的父辈大多没有参与版本更新，他们依旧习惯于用自己熟悉的权威式的旧系统与世界对话，而年轻一代却被要求用更耗费心力的新系统去兼容那个旧系统。于是一种不公平的情感剪刀差出现了。一个流传很广的段子是这么说的：30年前，老板给爸妈涨薪，爸妈恨不得给老板一个大波波。30年后，老板给年轻人涨薪，年轻人心里想的是，这点钱就想买我的命。这背后是两代人对工作定义的天壤之别。父辈认为工作是职责，是饭碗，领导的权威是天经地义，而年轻人认为工作是交换，是价值实现。我出卖我的时间、精力和情绪价值，来换取相应的报酬和尊重。这种剪刀差在家庭和职场中制造了无数个阿哲式的困境。就像那个深夜，阿哲的父亲可以理直气壮地用我是为你好来挥舞他的权威大棒，而阿哲却必须压抑住自己的不快，字斟句酌地去请求一场平等的对话。年轻人正在被迫承担着垃圾进鲜花出的情感进化任务，他们是这场沟通变革的主要成本承担者。我的一位朋友在一家国企上班，他的顶头上司是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法师。这位领导最擅长的就是在下班前5分钟把他叫到办公室，然后用1个小时的时间追忆自己当年的辉煌，再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批评他今天报告里的一个错别字，最后扔给他一句话：这个东西明天早上给我。朋友说，每次从领导办公室出来，他都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吸干了的人形甘蔗。但他回到家，面对不肯写作业的孩子，他不能说你再不写，我就把你扔出去。他必须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温和地说：宝贝，妈妈知道你今天也很累，但作业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对吗？谁先开始非暴力，谁先遭罪。这句网络上的调侃一语道破了天机。当温和成为一种单向度的道德要求，它就不再是美德，而是一种枷锁。它让那些更敏感、更自省、更愿意为关系负责的人背负了双倍的十字架。而那些情绪不稳定但事业成功的人呢？他们的成功有没有可能只是上一个沟通版本的时代红利？他们用最直接、最低成本的方式撬动了结果，却把沟通失败的情感代价全部转嫁给了下属、伴侣和孩子。当阿哲想明白这一点时，他在看那个竞聘通知，便觉得索然无味。他为什么要用自己宝贵的生命能量去为一个不兼容的旧系统做情感代偿呢？当非暴力沟通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当我们把非暴力沟通的失效全部归咎于旧系统的顽固时，
我们可能忽略了另一个更隐蔽的陷阱：非暴力沟通本身正在被异化。在阿哲的团队里，那位刚毕业的05后女孩就是另一个极端。她是非暴力沟通理论的骨灰级玩家，她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感受，精准地剖析自己的需求。当阿哲指出他方案的漏洞时，他会说：领导，我观察到您刚刚连续3次打断了我的阐述，这让我感觉我的想法没有被充分尊重，我需要一个不被打扰的完整的表达空间。当阿哲希望他能承担更多职责时，他会说：我理解公司对我的期待，但同时我也需要平衡我的工作和生活。过度的工作会让我感到焦虑，这不符合我追求内心平和的需求。他的每一句话都无懈可击，他像一个穿着非暴力铠甲的战士，熟练地运用着观察、感受、需求、请求的招式，将所有他不愿面对的压力、挑战和责任都巧妙地格挡在外。他不是在沟通，他是在用一套精致的话术来捍卫自己的边界，而这个边界的定义权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里。阿哲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更深的困境。面对父亲的暴力沟通，他至少还可以将对方定义为旧时代的人，但面对女孩的非暴力自卫，他哑口无言，因为对方使用的正是他自己信奉的圣经。他甚至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一个控制欲太强的领导，是不是没有共情到下属的需求。这就是非暴力沟通在当下最大的悖论，它本意是连接，但在实践中却常常沦为隔绝。它本是通向彼此的桥梁，却被一些人修成了保护自己的护城河。当一个人过度关注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时，他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唯我论的陷阱。他人的建议会被解读为评判，工作的压力会被解读为剥削，关系的责任会被解读为内耗。非暴力沟通与讨好型人格界限本就模糊。当一个人凡事都追求和和气气，追求自己的感受不被侵犯，他就很容易丧失面对冲突和承担压力的能力。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研究发现，那些身居高位的 CEO 往往不是温和的人。甚至有研究指出， CEO 群体中符合精神病态人格 psychopathy 特征的比例远高于普通人群。他们共情能力和道德感较低，却极其擅长运用表面魅力和社交策略。这很残酷，但却符合商业世界的底层逻辑。一个需要对成千上万员工负责的 CEO， 如果过度沉溺于共情每一个人的感受，他将寸步难行。我们当然不应该鼓吹精神病态，但这个现象至少在提醒我们，一个成熟的个体必须在共情他人和坚守自我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而那些能在沟通危机里存活下来的温和者，往往都掌握了几个平衡的智慧。复杂世界的轻型法则，从非暴力沟通到智慧的温冷。在放弃竞聘管理岗半年后，阿哲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轻松。他发现逃避虽然可耻，但确实有用。他不再需要为团队的 KPI 焦虑，不再需要处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他重新做回了那个单纯的技术大神，在代码的世界里找到了久违的掌控感，但他内心的那个声音却并未消失。算了吧，磨合这段感情的性价比太低了。算了吧，培养这个新人的性价比太低了。算了吧，跟父母解释这些的性价比太低了。他发现自己正在滑向一种万物皆可性价比的虚无。他开始畏惧一切复杂的需要投入情感和精力的关系。他是在权衡利弊，还是在掩盖逃避？在一次和公司 CEO 的偶然电梯对话中，
阿哲似乎找到了答案。公司的 CEO 是一位以铁腕和高效著称的女性。关于她的冷酷故事，在公司内部流传着各种版本。阿哲一直以为她就是那种精神病态人格的典型。那天，电梯里只有他们2个人。CEO 忽然开口：“阿哲，我看了你上周提交的技术方案，非常精彩，尤其是关于算法优化的部分，很有见地。”阿哲愣住了。CEO 接着说：“我知道你半年前放弃了竞聘，很多人觉得可惜，但我理解，在不合适的时机，承担不合适的责任，是一种内耗。”他顿了顿，看着电梯门上反射出的阿哲惊讶的脸，说了一句让他记了很久的话：“温和，要留给对的人，对事，要用专业说话。”电梯门开了， CEO 走了出去，留下阿哲一个人，在电梯里反复咀嚼着这句话。他忽然明白了，自己之前一直陷入了一个非黑即白的误区。他要么想用非暴力沟通去感化全世界，要么就干脆放弃沟通，退回自己的硬壳。他从未想过，温和和坚定可以不是选择题，而是组合技。真正的沟通高手，不是没有原则的暖男，也不是没有感情的霸总，他们是智慧的温冷者。他们内心有几条清晰的法则。法则1：有选择的共情，有边界的善良。他们会谨慎地选择自己非暴力沟通的对象和数量。面对重要的、值得珍惜的人，比如伴侣、挚友、有潜力的下属，他们会不吝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共情。但面对那些持续消耗你、无法同频的人，他们会果断地启动静音模式。这种静音不是冷战，不是敌对，而是一种我知道你就在那里，但我选择不让你的情绪在影响我的频道的内在设定。对亲密的人温和体贴，对消耗的人沉默化解。这或许会带来一种精神分裂的错乱感，但没有人能扛得起整个世界的情绪。有筛选的温和是保护自己不被耗尽的唯一方法。法则2：目标是被理解，而不是被喜欢。智慧的温冷者从不把让别人开心作为沟通的终极目标，那只是一个沿途可能出现的，但你无法完全控制的结果。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清晰、坚定、无愧于心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和需求，让对方看见一个真实的我。无论你多么温和的表达，对方都有可能掀桌子。如果你的目标是被喜欢，你就会在对方掀桌子的那一刻感到挫败，甚至开始自我怀疑。但如果你的目标是被理解，你就会在表达完成的那一刻感到一种内在的自洽与安宁。结果如何，那是另一个课题。法则3：拥抱灰度思维，对事不对人。温和者在捍卫自己底线时，最大的内心障碍往往是愧疚感。你想告诉父母不要再干涉你的生活，但话到嘴边，脑子里却开始回想，他们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你怎么能这么不孝？你想给那个总是拖后腿的同事一个差评，但动笔之前，你又想起他曾经也帮过你的小忙。智慧的温冷者懂得，一个人本来就可以既好又坏，一段关系本来就可以既滋养又透支。他们放弃了给人和关系贴上绝对标签的冲动，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用灰度思维去看待世界，你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对事不对人。你完全可以失望于一个人的某个行为，同时仍然感激他带来的成长。你可以心平气和地指出问题，而不需要否定整段关系。世界本就复杂，而我选择再次面对。1年后，阿哲还是成了一个 leader，
不是因为他想通了性价比，而是因为他想通了自己。他不再强求自己去感化每一个人，他学会了跟那位05后的女孩只谈工作，不谈感受。他会直接说，这个方案逻辑上存在3个风险点，请在今天下班前给出解决方案。当对方习惯性的想表达感受时，他会温和但坚定地打断，我理解，但现在我们先聚焦于解决问题。他也学会了跟那位老油条同事 B 建立私人的连接。他会在午餐时跟他聊他最喜欢的足球队，会在他孩子升学时真诚地给出建议。当关系里的人情建立起来后，工作上的默契也随之而来。他甚至又一次跟父亲进行了一场沟通。这一次他没有再用任何话术。在一次家庭聚餐后，他很平静地对父亲说，爸，我知道您很关心我女儿，但您总在群里发那些文章，会让我压力很大。以后您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跟我说，听不听是我的事，但说不说是您的权利，我尊重您。父亲愣了很久，最后嘟囔了一句，知道了。没有戏剧性的和解，没有拥抱和眼泪，但阿哲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他依旧会在很多个深夜感到沟通的疲惫，世界也并没有因为他的觉醒而变得更简单。但他不再轻易说算了，因为他终于明白，那些他曾经畏惧的低性价比的复杂沟通，其实是命运反复递给他的同一张考卷。逃避只会让这张考卷以不同的形式一次次地出现。世界不是变复杂了，世界本来就是这么复杂，只是我们现在才刚刚睁开眼睛，学会看清它，而带着这份对复杂的敬畏，再次选择走进人群，走进关系，走进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对话。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平凡也最勇敢的英雄主义。